Hello，大家好。认识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在移民澳洲以前是在国内一家知名的移民公司做移民顾问，所以我的频道经常都会和大家聊一些关于移民的话题。最近我看到一个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中国移民的报告，所以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前半部分主要给大家分享国际上整体的一些移民情况，后半部分会分享大家最关心的关于中国移民的整体情况。这个报告叫2020年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这是最近在第5届国际移民研究高峰论坛上发布的报告，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智库简称 CCG 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研究编著。西南财经大学大家都知道吧，不用介绍了。这个全球化智库 CCG 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它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都有10余支分支机构和海外代表，拥有全职的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数百余人。然后 CCG 也是首个进入世界100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并在国内外多个权威机构排行榜中均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的第一。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来介绍这个？因为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移民的数据和报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海外机构发布的。所以很多杠精和键盘侠在这个时候就会跳出来说了，这些海外机构很有可能数据造假，根本不能信。好，这一次是我们中国自己权威机构出的报告，你就没话说了吧？回到正题啊，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以多元化视角对国际人口的迁移现状与趋势、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地国移民政策的倾向，并展望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移民发展。报告指出，截止2019年，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到了2.7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5%。这里补充一下移民在全世界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小部分人非常不认可，经常实施网络暴力，一谈到移民就会骂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什么香蕉人、芒果人，各种帽子先给你戴上。不信等一下你们看一下留言，就会发现有没有这种人了。好，回到正题从国际移民洲际分布超过半数的国际移民的目的地是欧洲和亚洲。截止2019年，欧洲接纳了8230万，占到30%的比例亚洲接纳了8356万，占到30.86%的国际移民。北美则为5865万，占到22%。北美就是2个国家，一个是加拿大和美。亚洲国际移民增速很显著，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占国际移民数量的74%。20岁以下的移民比例略有下降，约有1.76亿，其中2/3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国际移民发展它呈现有4个新的特征。第一点是国际移民总体增速放缓，区域内迁移频繁。2019年国际移民增长率进一步回落到2005年的水平，为9.15%。多个 OECD， 这个 OECD 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一共有35个国家，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获得永居的移民数量出现明显下滑，区域内人口迁移频繁。2019年各大洲区域内移民规模总和约为1.43亿，约占国际移民总数的52.6%，相比2015年增长了12.3%，高于国际移民总体增速。第二点就是移民劳工数量持续增长，地理集中趋势明显。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17年全球约有1.64亿移民劳工，占国际移民存量的64%。流向 OECD 的国家的劳务移民持续增加，2017年同比增加了6%，约有1.11亿的劳务移民流向高收入国家，占比67.9%，下降了6.8个百分点。这与近年来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不断收紧劳务移民政策有关。然后第三点就是家庭移民仍为永久性移民的主要渠道，但规模略有收缩。2017年流入 OECD 国家的家庭移民和家庭陪伴移民共计有200万人，占比高达41%。其次是自由流动占了28%，人道主义14%，劳工11%。随着主要国家移民政策的整体收紧，家庭团聚的移民审批手续变得更加严格，移民规模开始出现小幅收缩。2017年美国家庭移民数量下降6%，新西兰、爱尔兰、
挪威、韩国分别下降了22%、27%和5%。相比劳工移民，家庭移民的社会贡献度往往更低，这主要体现在相对较低的就业率和市场薪资水平上。然后第4点就是国际移民的管理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世界主要移民目的地国家的移民政策更加清晰。首先，人才战争竞争激烈，各国的移民政策制定上更倾向于高精尖的人才，比如日本针对高层次人才设立的高度专门职业1号、2号签证，并通过构建高层次人才积分制度，进一步扩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规模。日本通过调整积分标准及增设加分项，降低高层次人才的资格门槛，放宽了签证条件，积分70分以上的3年，80分以上的1年就可以拿到日本的永居签证。例如英国取消了人才签证的每年发放的上限，取消了人才签证申请者必须在抵达英国前确定其就业去向的一个限制，推出了一个全球人才签证、创业签证和创新者签证。全球人才签证持有者工作3到5年就可以申请英国的永居。新签证对申请人的英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映了英国期望创业人才更好地融入当地。多数欧盟成员国在2018年到19年间先后修改了法律，放宽了非欧盟科研人员、学生及欧盟成员国境内流动的一个条件，其中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简化了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非欧盟留学生申请暂住证、许可和工作签证的流程。瑞典等国则宣布放宽对研究和高等教育人士居留许可的发放限制。还有就是西班牙、意大利、丹麦、法国等国为外国创业人才提供了签证与孵化器的支持。美国则将绿卡配额向职业移民转移，将高技能移民占比从12%提高至57%，设置移民积分制度，根据申请者的年龄、文凭、技能水平等指标评定相应的分数，择优发放绿卡。通过2019年的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吸引科技人才，多国都扩大了劳动力的引进，定向移民的趋势明显，难民管制趋于严格。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年的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在世界上它呈现了有6个特点。第一个是中国的移民输出总量占到世界第3，赴欧的移民存量增速明显提升。2019年联合国发布的关于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中国大陆1073万23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3大移民输出国。亚洲作为主要输出来源区域，增速明显放缓，由2010年到2015年间的7.36%下降到了2015年到19年的0.16%。同时，北美作为传统移民目的地的区域，其同期增速也呈明显下降，由30.95%跌至了8.09%。第二个特点就是美日加仍为主要移民的目的国，新加坡移民的存量锐减。进一步从输出国家的目的地来看，除中国大陆迁往中国香港的227.23万人，以及迁往澳门的29.76万人以外，截止2019年，中国大陆输出移民前20大目的国构成无明显的变化。美国以288万9.2万人占据了榜首，其次是日本的78.18万人，以及加拿大的69.15万人。对于移民输出国前20大目的国梳理发现，其中发达国家有13个，发展中国家有7个，发达国家占比越高于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到2019年，中国大陆输出移民前20个大的国家。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示，截止2019年哈。第一个是美国，美国的话在2015年有267万的中国人，在2019年有289万，增速不是很多啊。然后第二个是日本啊，我也没想到日本有这么多中国移民，2015年的时候有71万，19年有78万，加拿大是64万，2019年的话是69万，澳大利亚是50万，2019年64万。所以澳大利亚这几年增速比较明显。好，然后再看一下亚洲国家，就是韩国第5位，60万，然后现在是62万。新加坡44万，但是到了2019年它降到了38万，然后后面就是什么意大利、英国啊，甚至孟加拉国也有10几万啊，但是它到了2019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就是西班牙、法国，甚至印度都有11万的
中国人。然后第3点就是出国留学的热潮不减，移民年轻化趋势很明显。根据2019年美国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8到19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达到了369548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3.7%，继续蝉联最大留学生生源国。根据2019年的英国留学生报告，中国大陆留学生总数达到10.6万人，占全英国的国际学生总数的23.2%，增幅达到12%，成为第1大来源国。低龄留学逐渐扩大趋势越发明显。近10年来，赴美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98.6倍，远高于本科阶段的14倍。然后第4个特点就是赴美移民直系亲属移民成为主体，投资移民急速下滑。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只要是你的直系亲属，包括你的堂姐、堂哥、表弟、表兄、表妹，还包括什么父母呀，只要有亲戚在美国，基本上你都可以申请美国的移民，只是说排期很长。好，从职业移民的1B5签证类别投资移民来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该签证的主要来源国，而近年来这一签证占比持续下降。根据美国的签证年度报告统计，2019年中国获得1B5签证的人数为3894人，是自2015年以来的连续5年跌。这个1B5其实就是传统的投资移民1B5签证去美国的，而其占美国同类签证的比例更是进一步缩水，由2015年的86.81%下滑至2019年的49.36%。以前这个1B5投资移民每年都有1万个名额，80%都是中国人申请的，因为只要50万美元，最快的1年就能拿到签证登陆美国。后来美国人一看中国人咋这么有钱所以在2019年涨价到了90万美元。你涨价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北上广随便卖套房就能轻松搞定，但是申请的人太多了，有10万人在排队，把美国的移民局都给挤爆了。我看了一下，如果你现在申请这个1B5签证，按预测大概要等15年以上，你说你现在还要申请吗？然后第5个特点就是全球征税，它叫 CRS 的计划，影响高净值投资移民流向与方式。这个全球征税 CRS 我以前有出过一个视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随着这个全球征税计划的不断推进，高资产移民将在资产全球配置与移民地域选择上更加慎重，低税收以及非 CRS 国家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一个新兴的高净值投资移民群体合理避税的一个重要选择。然后第6点就是移民服务的规模增长迅速。近年来，中国输出移民的快速增长带动了移民及留学中介行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传统移民服务内容主要偏向于政策咨询、申请运作及投资顾问等。然而，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移民国家的政策收紧，加之信息透明化程度不断在提升，移民服务行业不可避免的将遭到一个新的挑战。传统借助移民信息不对称的来打造服务内容的模式将逐渐被淘汰，全链条服务以及专业化顾问形式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这个2020年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成为近20年来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打击的同时，对于世界人口迁移及中国移民发展也带来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国际人口的频繁迁移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通，世界早已经连接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人类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将引发公众对于这种高度连接世界的重新思考。为了抗击疫情，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限制入境等封国封城的措施，在短期内极大地限制了人口在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国际人口迁移规模将明显收缩。朋友们，很多人以为移民的都是有钱人，那是错误的，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在海外的华人中，最多的就是沿海一带的福建人、广东人。我们华人是一个适应力非常强的一个民族，吃苦耐劳，脑子非常灵活，都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海外打拼。尤其是近10年来，很多都是通过留学或者是技术移民的方式留下来的。投资移民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看完这个视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移民吗？说出你最想移民的国家，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如果想移民澳洲的朋友，可以先去看我以前的视频移民澳洲的6种方式，还有我的专栏澳洲各种签证的介绍。如果你符合移民条件，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帮你做详细的评估和咨询，但不是免费的。好，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希望帮我点个赞、分享和转发视频。我们下次再见。